凤家主收到凤若坠楼身亡的消息后，特意去了医院一趟。这2天就可以办理出院手续的郑华，就像死了爹妈似的，整个人憔悴不已，眼睛红肿，不用问也知道他哭了很长时间。昨晚在医院里陪伴照顾他的是小儿子。郑老三知道曾经的妹妹坠楼身亡后，当时就赶去了明流院小区，还跟凤若的2个亲哥哥干了一架回来的。凤家主看到爷俩这副样子，眼神深深的，让人猜不透他此刻的心思。父子俩被凤家主这样盯着，大气都不敢出，精神高度紧张。郑华给小儿子使眼色，示意小儿子打破3人之间的沉默。郑老三不敢，他希望老父亲开口说话。父子俩打眼仗打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郑老三说话了。他给母亲搬来了一张椅子，摆到了凤家主的身后，对凤家主说道：“妈，你坐。”凤家主坐下。郑老三又赶紧去给母亲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又要去洗水果。妈不吃水果了，就跟你爸说说话，等会儿回公司。凤家主淡淡的开口，叫住了要去洗水果的小儿子。妈，那你和我爸说说话，我去外面抽支烟。郑老三说着赶紧溜出去。他们打小就害怕母亲，母亲对他们总是特别的严厉，而且母亲在家里或者在公司里都是说一不二的，不允许他们挑战她身为母亲的威严。父亲反而是个温和的人，对他们很是宠爱，不管他们向父亲提出什么要求，父亲都尽可能会满足他们。有时候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，父亲不得不去找母亲，然后被母亲骂个狗血淋头。兄妹4人都是跟父亲感情最好。如今妹妹走了，在郑老三的心里，凤若始终是他的妹妹。他偶尔会去明流院小区看凤若，并没有其他心思，单纯的就是关心凤若。他也知道大哥和凤若的事，他没有阻拦劝说，反而觉得凤若跟了大哥，至少有个地方住，有人护着他。大哥叮嘱他和二哥要保守秘密，不能让家里的女人们知道，否则凤若会被整死的。结果家里的女人们还是知道了。大嫂昨晚跑去明流院小区闹了，跟凤若打架，差点掐死了凤若。凤晴也去了。郑老三走出病房，在走廊的尽头点燃了一支烟，狠狠地吸了2口。凤若的死讯传来，他和父亲都接受不了。他还那么年轻，人生才刚开始呢，就死了。他的亲妈亲哥哥就是想逼死他。凤若跟他们说过，他的亲妈找他要过钱的。凤晴以前在那家里也是受尽了欺凌，赚点钱也会被要走或者抢走，那就是一家的吸血鬼。凤晴不是他们家亲生的，那样对凤晴就算了，凤若可是他们家亲生的呀，他们也这样对凤若。凤若在凤家娇生惯养长大的，哪受得了这种气？他们逼死了凤若，说什么意外坠楼身亡，郑老三是一点都不相信的。他严重怀疑凤若是被亲哥哥推下楼的。病房里，凤家主端起了小儿子，倒给他的那杯温开水喝了2口，滋润过喉咙后，他放下了水杯，对躺在床上的丈夫说道：“老郑，凤若死了，你知道了吧？”自己的憔悴以及红肿的眼睛瞒不了人。郑华不敢说谎，老实的答道：“昨晚我就知道了。”老三还去了一趟。凤若摔得头破血流，当场就去了，说医生到场后宣告死亡，连抢救一下都没有，因为已经死亡，没有任何抢救的必要了。所以医生们赶到现场后，检查过后宣布凤若死亡，直接就送去了殡仪馆。阿凤、阿若肯定不是意外坠楼，她是被她亲妈还有她亲哥哥害死的，肯定是他们推阿若坠楼的。阿若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。凤家主不说话，郑华继续说道：“阿凤，看在和阿若做了20几年母女的情分上，你去调查调查阿若的真正死因好不好？
不能让阿若死得不明不白的。我知道你怨恨着阿若，但是阿若从来没有想过做对不起你的事，在他心里，他有多敬着你这个母亲，你是知道的。他是被算计的，被一步步逼死的。郑华忽然恨恨的道：是凤晴，都是凤晴，不是凤晴回来了，我们的阿若也不会被逼上绝路。算计我和阿若的人肯定是凤晴，他对我这个亲爸没有感情，嫉妒我疼爱阿若，就用了如此歹毒的毒计，害了我和阿若，让阿若失宠于你，让我被你怨恨清算。他一箭双雕呀，阿若死了，他就能坐稳继承人之位了，再也没有人可以和他争夺家主之位。凤家主看着丈夫的眼神变得冰冷，她知道丈夫的感情天秤始终偏向凤若。说实话的，她一开始也是偏向凤若，一个从小在身边长大，又被她当成接班人培养，她千娇万宠；一个出生后就与她分离，她甚至都不知道那个才是她亲生女儿，没有感情。正常人都会偏向在自己身边长大的那个，但是凤氏家族的规矩不能破，也破不了。他胆敢让凤若上位，整个凤氏家族的人就会反他。他再厉害，一旦整个家族联合起来反他，他也没有办法摆平。后来他发现凤晴是个扮猪吃老虎的，其实在经商上一点就明，跟他相比，那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。他都想不到凤晴在乡下生活，在一个非常不利于他的环境中成长，经商头脑比凤若不知道好了多少。那时候他不得不感叹一下，他们凤家的女儿还真的是天生就会经商，所以他开始全心全意栽培亲生女儿，明面上也配合着女儿扮猪吃老虎，迷惑了不少人。但是郑华对凤晴始终淡淡的，严重偏向凤若。如今凤若死了，郑华竟然怪到凤晴身上。郑华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凤若是不是死于意外？需要调查才知道，但与凤晴无关。是你和凤若是被坑的，但坑你们俩的不是凤晴，是你的亲生儿子郑一帆。他也不是有意坑你，他不知道那半瓶酒被他老婆加了催情的药，就那样阴差阳错的，你和凤若才会从头到尾都没有凤晴什么事。郑华，凤晴不在我们身边长大，但她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她身上才流着你和我的血，才是我们的血脉。不好的事情，你总是一股脑往亲生女儿身上推，往亲生女儿身上泼脏水，有你这样当爸的吗？郑华被老妻指责得哑口无语，半晌他问道：我和凤若是阴差阳错，并非有人刻意算计，是阴差阳错。如果说是算计，那就是你最疼爱的长子算计你。你能接受你长子是算计你的人，你就往阴谋上想去，我无法限制你的想法。他不相信长子会算计他和凤若，他有4个孩子，在不知道凤晴才是他亲生女儿的情况下，他最疼爱的便是长子和女儿凤若。长子跟他这个爸爸的关系也极好，怎么可能会算计他和凤若？那就是阴差阳错的了。阿凤，你知道我和凤若是阴差阳错下发生的，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？要不是你对阿若太无情了，阿若也不会死的。凤家主冷笑，指责不了亲生女儿，就开始指责你老婆我了。咋地？你心头肉死了？想替她报仇雪恨？想杀了我吗？郑华脸色巨变，连连否认。凤家主冷冷的道：凤若本来就不是我的女儿，她在我身边长大，享受了不属于她的荣华富贵，得到了不属于她的一切，那些都是我女儿的，她不是我的女儿，自然要将属于我女儿的一切都还回来。我不管她和你是怎么样发生的，我只看到我的丈夫被我的养女睡了，这件事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接受，我将她赶出去，收回了属于我女儿的一切，理所当然，我不觉得有错。郑华，当初我给过你选择，
要么跟我离婚，一刀两断，要么就自宫，保证再也不出轨。是你自己选择了后者，既然你做出了选择，就不要后悔，不要心生怨恨。如果你想替凤若出气，想去调查什么，你尽管去，我不拦着你。但以后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不要再回我的家，我们分居。我为你生儿育女，你的儿女们也都成年，有了家室。你搬出凤家大宅后，该去哪儿住，哪里养老，跟你3个儿子说，阿晴，我会让他每个月给你一点生活费，但你想让阿晴为你做什么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阿晴是我凤家的人，是我凤家的未来。郑华，阿凤，我没有，我就是觉得阿若怎么说也被我们当成女儿疼了20几年，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。他是不明不白死吗？他死得明明白白的，就是跟他亲哥哥闹矛盾，自己失足坠楼身亡，连他亲生的母亲及哥哥们都没有说要追查真相。你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追查什么？郑华想说，凤若就是被亲妈和亲哥哥逼死的，那一家子怎么可能会替凤若追查死因？但他不敢再说这样的话，他以为人死债消，凤若死了，老七就会想起凤若的好，不会再怨怪凤若的。没想到老七的反应还是那么激烈，也是这个老女人一直都是个霸道的、唯我独尊的人。他不爱她，他知道，但是婚后几十年，他管她比管儿子还要严。不是他有多爱她，他只是不允许她背叛他。还有那个女人会死，也是他心存报复，报复我，他和你的长子勾搭在一起，这算什么？你自己想想，这算什么？你的长儿媳妇正在家里跟你长子提离婚，那个女人毁了我们的婚姻，也毁了你长子的婚姻，她死有余辜。我不会调查她是被谋杀还是自杀，也不允许我任何人用我凤家的人脉去调查。谁敢动用我凤家的人脉去做那事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凤家主说完后，起身转身，高昂着头走了出去。郑华看着老七离开，除了惊惧，就是愤恨，更多的是无可奈何。从他答应上门开始，他在妻子面前就抬不起头，直不起腰。妻子心情好，他的日子就好过。也曾有过夫妻甜蜜期，随着妻子的年纪越来越大，夫妻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僵了，总是需要他去将就他，迁就他，包容他。凤家主走后，郑老三回到了病房里，看到老父亲脸色煞白，坐在病床上，老泪纵横的。想到母亲离去时脸色阴沉，他叫了母亲后，母亲吩咐他，等父亲出院后，让他接父亲去他名下的小别墅养老。这是不允许父亲再住在凤家大宅吗？母亲从始至终都无法原谅父亲和阿若。爸，郑老三走过来，看着老父亲又觉得可怜，便拿了纸巾递给父亲。爸，你和我妈说了什么？惹我妈生气，我妈走的时候，我看她脸色难看至极，还说等你出院后住进我名下的房子去。你是不是为了阿若的事跟我妈吵架了？阿若死了，我们都很难过，但那不关妈的事。你跟妈吵架做什么呀？听着儿子的话，郑华心酸地想着，这就是凤家上门女婿的悲哀。不管夫妻俩因什么事闹矛盾，儿女们都觉得是他的错，都认为他不应该惹怒妻子，是他的老婆才这样。听说上任的凤家主对待上门的丈夫就很好，与婆家的关系也和睦得很，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，不像他的妻子，对他郑家总像个施舍者一样。每次他的父母家人过来，妻子都不招待，只是让管家招待一下。他的父母过世了，也只有他带着3个儿子回去奔丧。女儿姓凤的，妻子不允许女儿跟着他回郑家送他老父母最后一程。不讲情理的人是他的枕边人，
不是凤家所有家主都这样。你妈真的那样说的？郑华更加难过了。你妈呀，也恨不得我去死。我哪敢和你妈吵架？我在你妈面前连条狗都不如。郑华抹着眼泪说道，我只是想让你妈调查一下阿若的死。他就生气了，怎么说？阿若也当了我和你妈20几年的女儿，她怎么就能无情至此啊？郑老三只能安慰着父亲，他也不敢去调查凤若是意外死亡，还是被亲哥哥推下楼的。母亲的意思是凤若死就死了，以后他们家里人休得再提起凤若。郑华也只能在儿子面前诉诉委屈，诉诉苦。出院后我不去你那里住，就回大宅里去，爸保证不会再惹怒你妈。爸都70好几的人了，活一天算一天，但爸活着就要为你们遮风挡雨。有爸在，你妈心情不好，可以冲着爸发泄，你们就不用面对暴怒的母亲。老三呀，以后你们兄弟3人也要小心点，注意点。虽说你妈是你妈，但她是将凤氏家族摆在第一位的。为了凤氏家族，她随时可以牺牲你们兄弟。你们不想落得爸和阿若的下场，就要努力拼出自己的事业，那样脱离了凤氏也能活下去。相信爸，爸跟你妈几10年的夫妻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爸清楚得很。阿晴跟你们没有什么手足情，你妈不收拾你们，等到阿晴管事了，她也会收拾你们。她身上流着和你妈一样无情的血。郑老三边点头边说道，爸，我们知道的，但是现在生意也不好做呀，我们又不是没有自己创过业，生意做成什么样子，总是亏本，要我妈都抵的。尝试了几次后，他们就放弃了，只买了房子和商铺，然后出租给别人做生意，1个月收取一点租金。他们名下的房产、商铺全都出租后，每个月的租金对于一般人来说已经很多了，只要他们小家庭不大手大脚的，其实也能过得很好。但是他们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习惯了花钱如流水，每个月的那几万、10几万的租金都不够他们一天的开支。除了这些收入，他们投资其他生意都是半死不活的，只能从凤氏集团里搞小动作，贪点钱进自己的腰包。他兄弟3人名下的存款也就几千万，这点钱对于凤氏家族来说，连9牛1毛都算不上。凤氏集团在江城已经处于大集团的尾端了，但是凤氏家族毕竟在江城屹立了过百年，底蕴深厚，就算凤氏集团真倒闭破产，他们家依旧有着丰厚的家底任他们潇洒。前提是当家人还是他们的亲妈，换成亲妹妹的话，每个月他们能拿到的就是基本生活费，多1分都别想。凤晴对他们真的没有手足情。爸，你还是先去我那里住一段时间吧，等我妈气完全消了，她会接你回去住的。我妈习惯了有爸的陪伴。郑华点点头，我出院时，你妈不打算来接我吗？妈没说，可能没有时间吧。我们兄弟3个，再叫尚凤晴来接爸也是一样的，做儿女的接老父亲出院就行了。老母亲来就来，不来，他们也不敢要求母亲过来。郑华叹口气，都不知道该不该后悔自己年轻时的选择。丰泽大酒店1楼的咖啡厅，凤晴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她戴着口罩和墨镜，还戴了一顶帽，将自己的五官捂得严严实实的。她要了一杯咖啡，几样精致的小点心，然后靠着椅背看着窗外。大概10分钟后，她的对面有人拉开了椅子坐下。怎么还戴着墨镜和口罩包得严严实实的？在她对面坐下的人是海玲。海玲没有戴口罩，不过也戴了墨镜以及帽子。进来后才拿下了帽子，随手塞进了她的包里。凤晴说道，不想让人认出我来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对手没有了，
不是该心情很好的吗？凤晴取下了墨镜和口罩，放在桌面上，说道：“我又没有做什么，他死也不是死于我手里，就算心情不错，也不好表露出来。”海玲招手叫来了服务员，也要了一杯咖啡。等服务员走开后，他尝了一块点心，夸赞的道：“这里的点心不错，好吃，也不看看是谁家的酒店。”凤晴微笑地道，又说：“听说战家的几位少爷都精于厨艺。”海玲答道：“我最熟悉的就是我妹夫，还有就是奕晨和浩宇，这3个人的确精于厨艺。精于厨艺的人管理着酒店，酒店咖啡厅里的点心自然也会好吃。”海玲也就是尝了一块点心便没有再吃，她怕胖，减肥成功后，她依旧控制着自己的饮食，坚持锻炼，生怕反弹。点心好吃，多吃2块。凤晴将一碟子小点心推到海玲的面前：“我尝尝味道就行，不能多吃，甜品容易长胖。我当初赶肥花了1年的时间，天天跑步，坚持锻炼，又控制饮食，还干老多的活，才成功减下来。减肥的日子挺难的，不想再试一次，还是要管好嘴吧，少吃点高热量的、高脂肪的，免得再胖回去。”凤晴好奇地问：“你当初有多胖？需要花1年的时间来减肥？200斤，胖的难看至极。约我出来，想说什么？”海玲关心地问。“没什么，就是心情的问题，出来喝杯咖啡，透透气而已。你公司离这里不远，就叫你出来陪我喝杯咖啡。”海玲笑：“你在公司里没有咖啡喝？你是没有做过什么，但就是你的什么也不做，他才会输了，一步步输，输得彻底，最终丢了性命。”凤晴默了默后便抿嘴笑：“海玲，我跟你真的很投缘，咱们要是不是对手，一定能成为好朋友的。”轮到海玲沉默了，沉默了几分钟后，海玲说道：“就像当初我和你说的一样，我只想要真相，只想知道我外公外婆他们是死于意外还是死于人为。我记得你也说过，你也想知道真相。如果真如传言那般，你会离开，将凤氏交回到我外婆这一脉。凤晴，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真相，只为真相，除非你变了，否则他们都不会成为真正的敌人。”凤晴与海玲对视，说道：“我不会变。你说的对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”顿了顿后，凤晴继续说道：“不过，我还是想在生意上和你过2招的。你得好好的学学商海尔与我炸的，随时都会风云变幻，你的心还不够狠。”海玲笑道：“我是比不得你的。目前来说，我承认我是不如你。他以前是在职场混了几年，后来当了几年的家庭主妇，等他重新起航时，做的也是小本生意。这次大姨安排他来江城发展，虽说背后有几大家族撑着，但也要他有那个能耐去掌控全局才行。”海玲在商界沉浮的时间不如凤晴长，主要是他在江城的生意刚起步。凤晴笑：“所以这个时候我抢你的订单，解你的壶，是最好打击你的时候。很不好意思呀，你谈了1个星期还没有拿下来的单子，被我签了下来。”海玲美眸闪烁，笑道：“表姨啃了1个月没有啃下来的硬骨头，倒是被我啃下来了。我还想着咱俩是亲戚，又谈得来。你是长辈，我抢了你的生意，不太好意思的。既然表姨有了来，我就有往，有来有往的，也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了。”凤晴朝海玲竖起了大拇指：“不错呀，不过我觉得我能啃下杜氏集团的生意，那是杜氏看在我背后的几大集团，你管别人看什么？反正生意被你拿下来，就是你的功劳，就是你们公司的单子。”海玲笑：“也是，不管黑猫白猫，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。”服务员送来了海玲要的咖啡。“洋洋回去不哭吗？”凤晴问起小家伙的情况。
回去有他小姨和姨丈疼着他，还有那么多叔叔阿姨宠着他，他哭什么？他是最幸福的孩子。海玲拿着勺子搅动着杯里的咖啡，洋洋已经习惯了与我的分离，彤彤带他的时间也很长。凤晴端起咖啡喝了一口，说道：“我忽然觉得不能仅仅生个孩子，还要考虑孩子的成长是否有爸妈陪伴。我工作忙，肯定没有时间陪伴在孩子身边。孩子又没有爸的话，不生他更好一点，不想让他受委屈啊。”海玲笑道：“还在愁这件事啊？别想那么多，顺其自然吧。说不定你能招到一个真心爱你、能力也不差的男人上门，婚后生活和和美美的，儿女双全呢。”他觉得只要凤晴嫁给方瑶，就会很幸福的。反正你说了，在35岁前决定这件事的，离35岁还早呢。凤晴又喝了一口咖啡，想了想后点头：“对的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有愁明日忧，以后再说吧。有件事提醒你一下。”海玲往前凑了凑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你妈出远门这件事，有可能是你妈用来试探你的，你小心点，别中了你妈的圈套。你的人千万别动，一点动作都不要有。”凤晴忽然打了个冷战，她没有多说，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。海玲换了一个话题，与她闲聊了片刻，等她喝完了一杯咖啡，海玲便起身告辞了，她要回公司。公司刚成立不久，她这个当家人什么都要操心。海玲走后，凤晴在咖啡厅待了好一会儿，喝完了咖啡，也吃了2块点心，实在吃不完，她叫来服务员，让服务员帮她把未吃完的点心打包好，她才结账离开。那么好吃的点心，吃不完就打包回公司里，忙活累了，休息时可以继续品尝。凤晴在外面吃东西，吃不完都会打包，她并不怕别人笑话她。她在农村里长大，在养母家里过的日子也不好，舍不得浪费，在别人看来也很正常。10几分钟后，凤晴自己开着车回到凤氏集团，刚回到公司门口，她就被几个人拦住了。那几个人正是她的养母一家人，他们应该是在凤氏集团等了好一会儿，一直没有等到她出来吧，没想到她是外出了。养兄扭头看到车上的人是她后，跟养母说了一声，养母扭头看她，确定没有看错后，便带着2个儿子走过来。凤晴缓缓地停了车，在她的地盘上，她也不怕这3个人，相信他们也不敢在凤氏的地盘上动她。等他们近前了，凤晴按下了车窗，淡冷地问着养母：“你们3个在这里做什么？”阿晴，养母勉强地挤出一抹笑来，看在凤晴的眼里，她笑得比哭还难看。亲生女儿昨晚上才死了，若说她没有伤心难过，那是假的。凤晴淡淡的道：“不想笑就不要笑了，你女儿昨晚才死了，你现在也不该笑。虽说她没在你身边长大，但你一直都知道那个是你的女儿。每次你丈夫回家，你都会将家里最好的东西让她带给你的女儿，说没有感情是假的。如今她死了，你这个当妈的心里难受是正常的，不要逼着自己笑。”养母神色憔悴，仿佛苍老了10岁，她眼睛也红红肿肿的。用凤晴的话说，亲生的女儿死了，她哪有不难过的？阿晴，养母抹着眼角的泪，哽咽的道：“阿晴，我们就是想来看看你。过去，对不起你。”凤晴依旧神色淡漠，她说道：“过去的都过去了，我不想提，你们是对不起我。看在你们没有在我小时候就掐死我，还让我长大的份上，我也不想跟你们计较太多。看过了就回去过你们的日子，我很好。”他已经融入了凤家的生活，凤家少主这个位置，他做的也是越来越稳的了，无需他们挂心，他们也不会担心他。
他们以前担心的是他能站稳脚跟，对他们亲生女儿不利。凤若态度对他们再不好，那都是他们家的孩子，养母的心都是偏向着凤若的。其实刚知道自己才是凤家亲生女儿，回归凤家后的凤晴，羡慕嫉妒过凤若的，因为当时的凤若，亲生父母那边也是偏向着她，而在凤家，凤若的养父母、养兄也都偏疼着她。凤晴是真正的亲人，养亲又不爱。阿晴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爸妈都养大了你，如今家里不好过，阿若又，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点钱？妈身体越来越不好，她每个月都要看医生，打针吃药的，需要花不少钱。凤若的亲大哥厚着脸皮说出了他们真正的来意。是呀，我和大哥收入都不算高，又要养家，以前家里的所有开销都是爸出的，你能赚钱后也拿了些钱回来，现在爸妈是没有收入的，你又离开了我们家，我和大哥挣的钱养自己的小家都困难，哪还有钱养妈？妈老是要打针吃药，花的钱太多，我们也支撑不起。凤晴看向了养母，养母别开了视线，不敢和凤晴对视。前来找凤晴要钱是2个儿子的意思，养母其实不敢来的，她知道凤晴恨他们一家，凤晴被调换到他们家里，他们没有好好的对凤晴，以前凤晴以为是一家人，再恨他们，他能挣钱后都会给一点生活费家里的。后来真相曝光，凤晴知道他打小被虐待的真正原因后，对他们家是一点感情都没有了，有的是怨是恨。凤晴回归凤家后，她的表现，养母也打听过些许，知道凤晴越来越强势，越来越得亲妈的认可，而凤晴的强大则预示着凤若的弱势。凤若在凤家的日子会越来越艰难，凤若也没有机会再坐上家主之位。知道这些事的时候，养母心里反而怨恨凤晴，觉得是凤晴害得她的亲生女儿处于劣势。如今亲生女儿意外坠楼身亡，还与他们有关，若不是他们过来想带凤若回去，凤若也不会因为一激动，一不小心就坠楼，也不会死的。2个儿子说，既然来了，凤若又死了，他们以后的希望都没有了，怎么着也要找凤晴要一笔钱。他们的小日子过得不算好，也不算坏，但是凤晴过得好了，他们心里就是不爽，就想从凤晴这里要钱，也是试探。如果这一次能拿到钱，知道凤晴还念着过去的养育恩情，以后他们就可以时不时过来找凤晴要钱，凤家就算不如以前了。听爸说，凤家底蕴厚，100亿家产还是有的。拜爷啊，那么多钱，只要凤晴肯给钱，他们又要不多，一次就要几万、10几万的。对于100亿家产的凤家来说，9牛1毛都算不上。凤晴是凤家的接班人，以后就是100亿家产的主人。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了。凤晴淡冷地反问着养哥。在知道真相的那一刻，我们就没有了关系。凤若才是你们的亲妹妹，你们需要钱找她去。阿晴，话也不能这样说的，我们家好歹把你养大了。凤晴打断养兄的话，难道我家里就没有把你们亲妹妹养大？你们亲妹妹在我凤家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我在你们家过的又是什么日子？你们都是知道真相的人，明知道我才是凤家的女儿，你们还对我那么坏，欺负我，虐待我，这是恩吗？这是恨。我对你们早就没有了半点感情，有的是怨是恨。我没有找你们算账，没有让你们生不如死，已经是我很大度了。养母张张嘴，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。她是没有颜面向凤晴要钱的。2个儿子也被凤晴的话驳得面红耳赤，支支吾吾的语不成句。请你们让开，否则我就叫保安把你们拉开了。
凤晴严肃地说道，想趴在他身上吸血，没门。别说他不是他们家亲生的，就算是他们家亲生的，他也不当他们家的吸血鬼。阿晴，你不能这么无情无义的。怎么说，我妈也是你的养母，养大了你，你和你们凤家都该给我们家一点抚养费。凤晴反问着，你们家给我家抚养费了吗？我家抚养凤若长大成人，花费的钱及心血更多，两家清算养大一个孩子花费的钱，你们还要倒贴一大笔钱给我家。还有，别忘了，将我和凤若调换的是你们的亲爸，你们的亲爸犯下的大错，怨得了谁？要怨就怨你们一家人也心大，妄想让亲生女儿成为凤家的接班人，以后接管了凤氏家族，他们再说出真相，以此来拿捏着凤若，可以从凤家索取更多，下得好大一盘棋呀。凤晴觉得自己的老娘聪明也心狠手辣，却栽在了上任管家的手里，不知道怎么说她的亲妈。凤若跟凤家的人一点都不像，他们就没有怀疑过。我数3声，你们不走，我就叫保安了。凤晴说着就开始数。阿晴，对不起，我们不该来打扰你。养母知道要不到钱的了，她本不想来的，2个儿子非要她来，现在他们该死心了吧？凤晴10几岁开始，他们就很难拿捏凤晴的了，以前都无法再拿捏凤晴，现在就更不要说了。凤晴说的也没有错，本就是他们家的错，是他们害得凤晴被换到他们家过苦日子的，犯下大错的是他们家，他们还有什么脸面跑来向凤晴要钱？他又有什么资格让凤晴养他老？养母向凤晴道了歉，就拉扯着2个儿子走到一边去，不再挡着凤晴的去路。公司的大门早就打开，保安是看到凤晴还在和那几个人说话，便一直等着，等到他们让了路，凤晴一脚油门开车进了公司。公司大门很快就关上了，那母子3人看着凤晴的车子驶进了凤氏集团，驶到办公大厦门口停下，看着凤晴下了车，径直进了办公大厦。很快他们就看不到凤晴的身影了。妈，就这样走吗？当老大的犹不甘心地问着母亲。养母说道，不这样能怎么样？他现在是凤晴，凤家的少主，以后是凤家的当家人，不再是以前那个任由我们欺负拿捏的小女孩了。早知道凤晴这么狠，当年就该掐死凤晴的，那样的话说不定凤若就能一直留在凤家了。当年夫妻俩是有过掐死凤晴的想法，想着掐死了凤晴，就往外说生病病死的。但是凤家主知道他的女儿和凤晴是同日出生的，时不时就要问上几句孩子的事，说他的女儿和凤家少主同日出生，还是同一家医院，很有缘分。